第177章交手。在冰寒的白色雾气笼罩了房屋之内时，萧炎心头便是闪过一抹不妙，因为他能察觉到这雾气竟然让得他失去了方向感，而且当弥漫的雾气侵蚀到身体之后时，萧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速度减缓了许多。这还未正式交锋，便是被对方牵制了速度，萧炎心头微感凛然，心神一动，体内小腹处的紫色气旋之中顿时分化出一缕缕紫火斗气，紫火斗气顺着经脉快速地流转着，瞬间之后，萧炎身体轻震，淡淡的紫色斗气纱衣将他的身体完全地包裹在了其中，斗气纱衣表面上一缕缕紫火腾烧而起，把那些侵体而来的冰寒雾气烧成一片虚无。斗气纱衣附体，萧炎明显地感觉到自身的状态提升了许多，当下手掌紧紧地握在背后的悬重尺之上，使劲一扯，随着一声轻响，重尺在地面上插出了一个深深的印记。手掌紧握着重尺，萧炎目光谨慎地在周围弥漫的寒雾中扫过。在萧炎冒着紫火的紫色斗气纱衣附体之时，周围的白色雾气之中明显地传出了一道低低的惊疑声，显然那位神秘老人也未曾料到萧炎竟然能够召唤出附带着火焰的斗气纱衣。老先生，在下并无恶意，也不想打扰老先生的隐居，只是这残图对我来说极为重要，还请老先生通融一下。目光在周围扫过，萧炎大声喊道：哼，当年我费尽心计方才得到这东西，虽然研究了10几年，依然不知道它确切有什么用，不过我至少能知道它其中所蕴含的秘密绝对不小，想要让我平白无故地交给你，做梦。弥漫的寒雾之中，老人冷笑道。眉头微皱，萧炎刚欲再次开口，心头却是猛地一凛，手中重尺迅速地插在身前，然后身子快速地侧着躲在了其后。噗！随着轻微的破风声响，几道白色冰刺自雾气之中爆射而出，最后叮叮当当地射在了萧炎面前的悬重尺之上。冰刺在击打到悬重尺身之上后，忽然地化为一滩冰水，覆盖在了尺身之上。而此时，萧炎握着尺柄的手掌却是察觉到一股冰冷的感觉不断地对着体内涌来，脸色微微一变，萧炎屈指轻弹，紫色火焰猛地自掌心中浮现，然后飞快地在尺身之上一抹，将其上面的一些冰霜寒气全部消融而去。咦，紫色火焰，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还身怀多种奇物，难怪会有这般胆子。望着萧炎的举动，隐藏在雾气之中的老人再次惊异的道。萧炎微眯着眼睛没有答话，目光紧紧地锁定着周围的白雾，脚步缓缓地按照先前脑子中的记忆路线倒退的行去。虽然被那该死的东西害得实力大不如前，可要收拾你这毛头小子却还并不难。察觉到萧炎的暗地举动，白雾之中老人冷笑了一声，一道白影猛然暴冲而出，几乎是犹如一抹闪电一般接近了萧炎。突然冲来的老人让得萧炎脸庞微微一惊，手掌紧握住重尺，毫不客气地狠狠对着面前的人影砸了过去。望着那夹杂着压迫风声而来的巨齿，老人干枯的双手快速地结出一个印结，轻喝道：凝冰镜。随着老者手印的结束，其面前的白色雾气忽然急速翻动，瞬间之后，一扇约有半米长宽的透明冰镜突兀地在面前凝结而出。砰！重尺狠狠劈下，最后重重地砸在了冰镜之上。顿时，萧炎脸色猛地一变，他发现在他的感知之中，当他的重尺劈在冰镜之上时，一股强猛的反弹力量却是诡异的倒射而出，最后将措手不及的萧炎震得倒射而出。望着那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着倒射而出的萧炎，老人再次一声冷笑，手掌一挥，几十枚螺旋状的冰刺在面前急速成型，然后在老人的挥手间铺天盖地地对着萧炎呜啸着爆射而去。脚掌在地面上搓了一段距离，萧炎抬头望着那夹杂着冰寒气息而来的大批冰刺攻击，眉头微皱，脚掌猛然一踏地面，随着一声能量炸响，身体暴冲而上。身处半空躲避开冰刺的攻击，萧炎身体猛然旋转，手中的悬重尺借助着旋转的力量脱手而出，狠狠地对着老人怒射而去。重尺飞射而出，在几重力量的加持之下，
竟然是犹如撕破了空气一般，隐隐有着淡淡的紫色齿弧在其表面浮现。望着那爆射而来的玄重齿，老人眉头惊诧地挑了挑，面前的少年给了他太多的惊讶。然而惊讶归惊讶，老人下起手来可没有丝毫手软，双掌一开一合，竟然是凝结出了无数的细小冰丝，手掌一抛，冰丝冲天起，然后铺天盖地地对着重齿缠绕而去，只是片刻时间便将重齿包裹了一层厚厚的白色冰丝。在这铺天盖地的冰丝缠绕之下，重齿之上所携带的凶猛劲气正在被急速地化解着，而当他在距离老人头顶仅有半米之时，终于是完全地停滞了下来。随意地瞟了瞟头顶上被冰丝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重齿，老人冷笑了一声，手掌一甩，在冰丝的缠绕之下，重齿在半空中呜笑着旋转了一圈，然后猛然掉头，狠狠地对着处于半空中无处借力的萧炎怒砸而去。重齿在老人的驱使之下，其上所携带的劲气不比先前萧炎竭尽全力的一头要弱上多少，若是被砸中，萧炎也难逃重伤的下场。望着那越来越近的重齿，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背肩微微一震，紫云翼豁然弹射而出，双翼一震，身形急速拔高，最后将那飞射而来的重齿躲避而过。咦，斗气化翼！瞧着萧炎背后弹射而出的双翼，老人眼瞳微缩，惊愕的道，片刻后摇了摇头，皱眉道，不像是斗气化翼，难道是飞行斗技？好家伙，这小子怎么全身都是宝？缓缓地摇着头，老人愕然道。没有理会紫云翼带给了老人多大的震撼，萧炎趁其分身之时，身形猛然下扑，手掌之上紫色火焰腾烧而去，屈指一弹，一缕紫火爆射而出，最后将那连接着重齿的冰丝全部焚烧而断。失去了冰丝的驱使，玄重齿急速掉落，萧炎双翼一震，身形迅速冲击而下，手掌之上的紫火在十指连弹间，一缕缕细小的火焰将玄重齿上面的冰丝全部的焚烧殆尽。将冰丝完全清除之后，萧炎这才敢再次将玄重齿握在手中，握住重齿，双翼再次急速震动，萧炎的身体猛然冲天而起。站在下方，老人望着那打算直接破屋而出的萧炎，脸庞上不由得泛起一抹嘲讽与戏谑。萧炎的身形急速拔高，然而就在紫云翼震动了2次之后，他却是忽然感觉到头顶上方不远处森冷的寒气正不断地散发而出。感受到这股寒气，萧炎心头微紧，手中的重齿猛然对着头顶上方怒刺而去。当！上次的重齿似乎是碰见了什么东西，响起一阵清脆的声响，而与此同时，几块细小的冰块缓缓掉落，最后砸在萧炎的脸庞之上，冰冰凉凉的感觉让得他心中微微下沉。他没想到那老家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整个房间变成一个坚硬的冰窖。放弃了强行破洞的打算，萧炎双翼缓缓地扇动着，身形下降了许多，冷冷地望着那站在白雾之中的老人。啧，罕见的飞行斗技，奇异的紫色火焰，诡异的身法斗技，远远超过普通斗师的实力。小子，你究竟是云岚宗的宗主传人，还是那几个超然大家族中的少爷，或者是皇室中人？抬起头，饶有兴趣地望着半空中扇动着紫黑色翅膀的萧炎，老人问道。萧炎舔了舔嘴，目光谨慎地注视着老人，并未答话。不过，就算你真是我所说的那些身份，今天也不可能拿着地图残片离开这里。手掌摸了摸苍老脸庞上的那道疤痕，老人的声音又是开始逐渐的转冷。固然你身怀多种绝技，可你不过一名斗师而已。虽说如今我实力大减，可要收拾你并不困难。老人淡淡的道，把东西交出来吧，我让你离开，我也并不想被人破坏我多年的隐居生活。望着这顽固的老人，萧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心中苦笑道，老师，看来似乎只有你出手了，我的确不是他的对手，即使他如今实力不复以往，可也正如他所说，收拾我并不难。呵，的确不难，毕竟你们足足相差了2个阶别，而且那家伙身怀的斗技不会比你弱，先前的交锋不过只是试探而已，若他真是认真了起来，你撑不过5回合。
药老的声音在萧炎心中响起。萧炎苦笑着点了点头，与老人短暂的交锋了一阵。他自然是知道他的强悍，若不是现在他无法斗气化意，恐怕自己早就被擒了。交给我来吧，我暂时控制你的身体。对于此，药老倒并未拒绝。他知道，即使是想要用实战来锻炼萧炎，那也是有一个界限。以萧炎这刚刚到达斗师的实力去挑战一位战斗意识曾经是斗皇级别的强者，无疑只是找虐。老先生，我说过，这张地图残片，我势在必得。先是微微点了点头，萧炎低头对着老人耸了耸肩，忽然缓缓地闭上了眼眸。望着萧炎怪异的举动，老人略微有些愕然，眉头微皱，片刻后脸色却是猛然一变。他发现一股丝毫不比他逊色的凶猛气势忽然缓缓地从半空中的少年身体之内散发而出。怎么可能？感受着那股节节攀升的气势，老人平淡的脸庞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震撼。